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那么最近呢，很多人和我探讨到底人民币未来的趋势到底是涨啊还是跌啊，特别是针对美元。那么我们知道啊，全球多家银行已经开始看跌人民币了啊，他们预期这个人民币啊，在未来几周内啊跌破纪录最低点。并且预测到未来很可能会跌到7块2毛5。那么中美两国他们在香港自治权、新冠疫情应对以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履行进展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重，那么使人民币呢出现了几个月来最为震荡的走势，而且面临着压力。人民币它对美元的汇率创造过新低现在呢是在反弹中。但是大量的分析师呢都警惕说，未来几个月人民币呢将会出现急跌。那么呢，理论上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那么未来人民币跌穿这个7块2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如果中国达不到美国的商品采购的目标，那么就会最终拖累人民币再次下滑。这些负面的因素呢，他们的导火索实际上呢，就可能一下子传遍全球市场。那么即使美元在最近几个月它曾经遭受过一些下跌，那么根据这个巴克利什么澳新银行高盛的分析师呢，他们都认为未来几个月呢，美元对人民币呢会上涨。那么现在汇率的目标将会跌到7块2毛5对1美元。那么现在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就是在今年的8月份之前那么美国很可能要对中国执行贸易协议的情况进行一下评估。那么现在认为中国还是远落后于这个采购农产品的这个数量。那么能够购买的农产品呢，能不能达到200亿美金呢？现在还值得怀疑，更别提350亿美金。那么现在呢？从这个2015年到2020年之间的中国的这种低迷的金融走势让人感到很不安。特别是今年是川普的大选年，川普呢，他除了坚持贸易协议，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虽然他只是表面上对于中国处理新冠疫情不满，但是为了保他的大选，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动作。那么现在看来人民币它现在想升值的这个所需要的中美关系稳定的局势呢，是白日做梦。现在两国之间的争端已经覆盖了一系列的问题，似乎不太可能很快得到解决。那么现在呢，那么包括高盛在内的这个投行呢，他们已经下调了对人民币的前景预测。那么人民币的贬值呢，是由于美元的走强，这个说法可靠吗？其实我们可以承认今年以来美元一直是非常坚挺，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元又增大了发行量。那么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贬值如果是由于美元坚挺造成的，就不是很成立。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它现在的使用量一下子掉到了世界第6位。那比人民币汇率下跌更可怕的是人民币的使用排名和世界上的份额下降了。那么下降的主要原因呢？为什么人家不再使用人民币了呢？是不是有可能和微信支付有关呢？是不是和中国的数字货币有关呢？我们知道，通常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他们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而且使用最广泛的货币。除了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以外呢，长期以来呢，美元一直被作为避险资产。这几年我们看到人民币也努力的想获得跟上述货币相同的地位，甚至还想取代美元。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努力到底成功了没有呢？我们知道国际化这个取代美元的地位它当然有好处了，它可以现实的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方式啦，是吧？它还可以对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啦。但是呢，很不幸的是，从数据的角度来看呢，人民币的国际化
是根本是不可以高估。我们都知道有个 SWIFT 叫做金融电信协会嘛，像我们寄钱啊、汇款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号码。人民币已经跌到了全球第6大活跃货币，只占 1.66%， 那么第一美元占了 40%， 其他的这个数字更糟糕。美元呢，竟然占有全球的外汇交易近 90%。那么和2020年的3月份相比，人民币的支付总额下降了 25.09%。换句话说，人民币的使用比全球货币的使用还少，又跌了 10%。在2个月以内啊，世界范围内的人民币支付金额减少了1/4，或者是原来就用人民币结算的交易呢，已经有1/4不再用人民币了，他们抛弃了人民币。实际上，尽管中国它希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中国银行又甚至推出了一种数字货币，但是很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数字货币呢，使大量的人民币交易方式消失了。因为你的数字货币，如果你只在中国的国内使用，那么你和世界不接轨，那么世界本来你的人民币就没有办法国际化，那么你在使用的数字货币，而世界其他的国家没有数字化，那你怎么可能增多人民币的使用功能呢？特别呢，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啊，我们知道在美国股市暴跌的时候啊，那么黄金也跌，债券也跌，只有一个上升。猜对了，就是美元。美元呢，一方面呢，人们要美元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另一方面呢，美元短缺。那么在3月19号的时候，美联储它已经和澳大利亚、巴西、丹麦、韩国等9个国家呢，他们达成了这个临时的流动性的掉期协议，就是他们可以进行这个货币互换。这种互换协议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减轻美元的短缺。同时，美联储还和世界的主要银行，包括加拿大银行、包括英格兰银行、包括日本银行、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他们保持长期交换安排。同时呢，美联储呢还和世界上的这个上述5家主要的中央银行，他们共同宣布采取协调行动，利用现有的货币掉期为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可是可惜的是你们看到这些互换协议中有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啊？有没有这个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主动找到人民银行来签署互换协议来兑换人民币啊？这就是为什么如果美联储现在在疯狂的放水进行纾困，但是美元指数还在上涨，需求实在太大了。在流行期间，美元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加强。此外，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人民币根本就无法国际化。正如美国的前财长鲍尔森说的，说中国需要像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取得更大的进步，改善公司的治理，发展有效和规范金融市场，要使国际投资者有信心，那么取消资本管制，使人民币成为市场决定性的货币。可是目前呢，人民币汇率呢处于高度控制之下，那么市场上这些交易的行情都不知道是真是假。那么每一个人呢，外汇的每年呢使用的额度只有5万美金。同时有人说美元是这个主导地位是由于军事主持的，是不对？是不是对呢？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记得苏联以前的军事也很强大呀，但是什么时候见过当时的卢布占据世界的货币主要地位呢？货币在世界流通的主要的事情它就是获得用户的信任。那人民币到底有没有获得用户的信任呢？那么你有没有透明开放的政治金融体系呢？你没有这2点的话，很难就使人民币国际化。当然，人民币的前景并不看好。这几天呢，一件事情人人都知道，闹的全美国是纷乱不已。你照着弗洛伊德，他使用了一张什么从中国印出来的美元伪钞。同样，最近美国的这个发现了没收了几大批伪钞，全部都是来自中国上海。那么包裹呢，它是在被美国的官员他选中进行侦查，他发现了3515张的面额100元的伪造美钞。这些美钞呢，美国人认为它是劣质的材料，缺少必要的浮水印没有红色、蓝色的嵌入纤维啦。那么每张钞票的序号也相同啦，钞票背面还有着红色的中文字，你一定记住了，那中文字写的什么？3个字吧，练功券。
伪造货币进口啊，对美国的这个经济造成影响。那么 CBP 的这个密尔沃基港的主任啊，他们威廉·布朗说，这类伪钞呢，被称作外国印制钞票，叫做 foreign writing notes， 它是违反联邦法律的违禁品。那么没收的伪钞肯定销毁了，但是上面都写着练功券3个字。目前为止我还真不知道练功券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有网友他明白的话，能够告诉我一声。每年美国估计大概有1亿美元的伪钞流入美国。近期呢 CBP 呢，它已经缴获了不止1起中国制造的伪钞。去年12月14号，在明尼苏达的国际泉港口集装箱中发现了45个可疑的纸箱，那么纸箱里呢还装有面额1块钱的总值90万元的假币。那么这些纸箱呢也都是从中国寄出来的。那么美国的海关呢查获了一批来自中国上海的假钞，总价值呢35.1万美元。那么怎么到处都在查获假钞呢？也就难怪这个弗洛伊德他肯定也拿到了假钞，拿到假钞想去花。那么我们知道啊，美元的这个1块钱呢，它的防伪的措施是最少的，所以大量的从中国寄来的纸币呢，很多都是1元。那么这个情况呢，如果你是发现了100元的伪钞，那么伪钞呢，一般的话也有从中国深圳寄出来的。那么美国的海关呢，用 X 光检测呢，在大量的中国行李中也经常发现伪钞。那么这种伪钞呢，它的质地呢，一般是由高级的这个打印纸在普通纸上印刷而成。每张钞票的序号居然相同，不懂为什么。而钞票背面还有中文字，序号相同，很可能它为了降低成本啊，不需要调换你们的数字。在辛辛那提也查获了一批面额100元的美钞，那么总值呢25.2万。那么美国特勤局呢表示说，这类国外制作的假钞在美国每一个主要城市它都有发现。那么全国各地的特工和调查分析师，他们继续和地方执法单位密切合作，来通知公众并逮捕相关的犯案人员。同时特勤局也提醒消费者和零售商，拿到钞票以后应该通过快速检视来确保不会拿到假钞而蒙受损失。CBP 提醒民众，如果发现包括假币在内的任何伪造品或不法的交易行为，那么可以通过 CBP 的网上非法贸易举报电子系统，或者拨打1800-232-5378报案。消息来源保密，但是呢，有人说怎么去辨别这些伪钞啊？说句实话呀，有的仿真度高，有的仿真度低，这是真难辨别。尤其是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的客人递给你钞票，你有时间去对着光看吗？你有时间每次拿这个验钞笔上面画吗？你有时间放在验钞机里去验吗？没有。所以这就给使用假钞的这个歹徒有了很大的机会。举个例子啊，在纽约法拉盛的这个美食广场商家啊，他一天曾经收到过2张编号相同的假币。那么他们发现一个20多岁的西语裔男子往这个店里呢，使用100元纸钞呢来买这个14块钱的餐食，但是由于纸钞仿真度比较高，收银员没有辨识出是伪钞，用验钞笔居然和真钞反应是一样的。所以几乎每一个店啊，他们都收过伪钞，有收过5元的、10元的、20元的。但是你收到100元的假钞，那么如果是真的是假钞的话，你的损失就真的很大。我们知道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啊，那么法拉盛的小吃店的竞争也激烈，所以一般在那个食摊的不敢拒收大额的纸币。但是收到假钞以后呢，你报警呢，警察来了顶多是没收假币，没了，你的损失就造成了。那么有人说，你能不能鉴别假钞有几种方法？其实鉴别假钞的方法我们人人背着都知道了，看什么水印啦，看什么防伪条啦，看上面的纤维啦，看那纸质上。但最重要的是啊，还是要练一下你的手头的感觉，多去摸真钞和伪钞的区别。其实手指头你一摸你就知道了。我们记得2019年的5月17号，华为啊说从2012年起就开始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叫鸿蒙。现在我们知道它叫鸿蒙，但是2019年的5月24号，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局网站显示，华为已经为华为鸿蒙注册商标。当时是2018年8月24号，
据说鸿蒙系统比安卓系统速度快很多，让大家满怀信心呢。在2019年7月6号，可是任正非表示说鸿蒙本身并不为手机产生，手机的操作系统还没研发，华为愿意继续使用安卓系统，这给大家头上泼了一桶冷水。2019年8月9号，又报道了我们的民族品牌华为终于推出了自有的操作系统鸿蒙。此时任正非和华为高级副总裁兼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的多个采访视频，声称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打通了手机、PC、平板电脑、汽车、自动驾驶、智能穿戴各个应用平台。那么实在很可疑啊，这到底是不是吹牛和奉承？那么在2020年4月份，华为的轮值主席徐直军表示说鸿蒙只是一个内核的名字，并不是操作系统，只是华为内部人人都说鸿蒙是华为的操作系统，但是错的。那么对于华为公司我们以前也是推崇备至，虽然华为的这个产品老是拿在手里觉得怪怪的，但是由于它是中国的民族产品，还是我就有华为的手机。那么当时以为华为已经牢牢站稳了霸主地位，那么包括整个华人区他们使用华为手机，包括维护手机的每个人都很自豪，都不屑一顾的说华为已经挑战苹果了。可是没想到这一次美国一制裁全被打脸。华为最先进的手机，它的关键的零部件和操作系统竟然都是其他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所谓的鸿蒙操作系统和随时能转正的备件都是不存在的。任正非突然说，要想华为操作系统赶上苹果，得需要300年。鸿蒙已经这样，那么 5G 到底是什么样呢？华为一直在宣传自己的 5G 上的优势，媒体每天都在铺天盖地的报道 5G 技术的至关重要，报道华为掌握全世界最先进的 5G 技术，给人感觉离开了华为的产品和技术，根本就不可能建设 5G。 那么任正非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甚至说，如果美国人拒绝使用华为的 5G 产品和技术，20年后美国将在科技、经济、军事各方面落后于中国。当时我是将信将疑，可华为已经吹上天的鸿蒙系统是假的，那华为鼓吹的 5G 系统能是真的吗？第一呢，我也感觉这个 5G 技术没那么重要。在人类历史上带来翻天覆地改变的技术目前来说只有3次：机械化一次，电气化一次，智能化一次。5G 应该属于智能化其中的一小步，相比 4G 可能进步不大，而且受 5G 的速度要求，你需要信号的强度足够大，需要很多的基站，需要更大的投入。那么和投入相比，你的产出是远远不够的。全中国都在轰轰烈烈在建设基站，准备建设30万座。那么看一看天上的星链吧，你的基站很久，要花很多的钱，很快就会淘汰。那么 6G 可以借助卫星无线电传输，成本更低，而且可以达到珠穆朗玛峰顶、撒哈拉沙漠中心和东非大裂谷谷底，做到全球无死角。而你的 5G 能吗？那么你能做 6G 吗？可惜华为的技术差距太远，真的是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华为能差距多少年才能赶上美国。华为的 5G 技术也没有自己吹的那么牛，它参与了 5G 技术标本的制定。要记住了这是针对所有公司的。那么华为自己也要遵守 5G 的标准，而诺基亚、三星、爱立信、苹果公司同样具备提供相应技术的能力，而且它能够生产高精度的设备。而华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组装公司，手机和通讯设备的关键技术和零配件都是靠其他高科技公司提供的。
现在没有芯片了。韩国都实现了商用 5G 的全覆盖，中国实现了吗？华为的参与少得可怜，在英国、在德国都宣布把华为参与 5G 的程度降低到0，因为他们担心有任何信息的泄露和美国的资源共享受到威胁。第三， 5G 要求的是高技术、高精度，而中国目前机械设备领域最大的短板不就是这里吗？人家即使给你了这个设备的详细图纸，你一样生产不出来。你的光刻机你造一个试试。前几天看了报纸，光刻机已经做成了，已经成功了，不怕了。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原子弹的生产是因为从国外回来了具有相应技术的高科技的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回来的话，那中国如果勒紧裤腰带干30年也没用。你没有踏实肯干、懂得技术的高科技人员，你没有扎实的技术材料和科学的这个沉淀积累，光靠吹牛能吹得出来高科技吗？所谓的 5G 技术和设备应用离不开华为产品和技术，根本就跟华为大肆鼓吹的鸿蒙操作系统一样，属于彻头彻尾的谎言。所以我才再次质问华为是不是当初忽悠了中国的政府。你手里什么都没有，你骗了中国政府。那么华为的前景被美国制裁了这个芯片以后呢，前景希望渺茫。真的是希望明年的华为能够想出一个路，杀出一条血路来，能够真正能够自力更生，作为一个有实力的民族产品。那么希望华为的手机进入国际市场后占有率节节上升。那么它是一个真正的优秀企业，但是华为当你吹牛鸿蒙操作系统，你又声称所有零部件都有自己的生产能力，那么你跟美国进口操作系统和设备配件是给美国机会，而且你宣传任何国家都部署 5G 应用离不开华为，你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如果你在手机里再加进盗取客户的隐私的后台小程序，那么你真就变成了过街老鼠了。那么真心的希望华为能静下心来，把你手中的芯片消耗完毕，然后再想想能不能把市场真正的就转回国内呢？因为全世界的不管是8国联军、18国联军、180国联军，他们现在抱成团，他们到处排斥华为，他们到处认为华为是不正当竞争。那么在这一个大恶劣的环境下，那么你如何能够杀出重围呢？所以我认为华为应该是低下头来，回到国内，认认真真的服务中国的广大市场，包括广大的农村市场，真正的至少你把全中国的人都提升到4G 好不好啊？如果平均的中国的老百姓都用上4G 的网络，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因为我是不相信，那么6亿的中国人月收入1000块，他们每个人都能够负担得起5G 吗？派 TV， 欢迎订阅，别忘了点小铃铛，我们明天见。